好，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美国了。川普现在面临了内忧外患嘛，我们先来看到是他在4号的时候对中国大陆了课征增加10%的关税。那中国大陆当然也要对美国现在进行报复型的关税，在明天10号就会生效。韩国媒体说，现在美中的对抗会持续，而且冲突可能会升级哦。那当然，现在这个到时部分美国进口的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从10号开始正式生效。那从4号以来无论是美国或中国都没有出现积极的对话动向。那中国曾多次透过官方媒体和其他管道表示，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都没有进一步的来进行表态。那我们就从数据来看，川普的关税战包含是重创加拿大、墨西哥，但是却对中国伤不入肉吗？我们先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多年来的贸易占比其实都蛮高的，2023年的数字分别是67%跟73%，但反观中国大陆在2023年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回落到37%。那当然就是过去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也慢慢让中国大陆认为说，没办法跟美国走到那么近所以近年来美中持续的脱钩，这反倒帮了中国一个忙减轻美国对中国加征10%关税的一个冲击，而且美国对中国存在比较大的贸易逆差。好，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川普这帝国主义的形象真的是显露无遗。之前大使也有说过嘛，这个他要并吞很多地方，这是川普的一个梦你看加拿大这边，他好像想要把它变成51州，他好像不是说玩笑话，好像来真的耶。好，那当然现在这个保护我们的主权，在这个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很多抗议者正在聚集，而且抗议的人就说，川普根本就是跟墨索里尼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墨索里尼就是意大利的独裁者，所以他们叫做川普里尼Trumplini， 然后说他很像他啦。好，那这个 Trumplini 的 T 恤也正式上下来开卖当然就是对川普表达相当大的不满。那刚刚我也讲到嘛，说这个要把加拿大变成51州的梦想其实大家一直想说这应该是玩笑话，但是杜鲁道在一个场合里头，他忘记关麦克风了，他居然真的就讲出说，川普是真的想要并吞加拿大，这反倒让加拿大现在是蛮紧张紧绷的好，那加拿大的贸易部长伍凤营则说，欧盟跟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已经带来一个积极的成果，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好，现在看起来加拿大因为有关键的矿产资源，可能是川普真正想要并吞加拿大的原因之一，但大使之前也说过，这可能是川普的一个帝国梦。好，当然南非的部分川普现在也说，这个南非土地政策掠夺了白人农民的土地，他以这个为理由签署行政命令，削减对南非的财务援助。白宫则是宣布，未来将制定计划，将南非农民跟他的家人当作是难民重新安置。但是这件事情让南非外交部有回应他回应的是，这道行政命令是为南非最富裕的一群人提供了美国难民这个身份。他说相当的讽刺他说命令的前提基本不提，却获得美国决策者的一个青睐。但问题是，美国现在跟南非这样子保持坏关系好吗？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他们在西蒙镇有一个海军基地守护着印度洋到南大西洋的门户，这是决定印太力量平衡的一个三角形的3点之一。那如果现在美国跟南非国家是做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的话，会不会让中国大陆打开这个通往南大西洋的大门？川普或许要想一想另外再看到也是移民的一些乱象我们看到纽森他现在有签了一个防范川普的法案，主要也是因为他之前有跟这个川普谈了90分钟，说是预定时间的3倍，那最终就不欢而散。那纽森先礼后兵，回去就签了几份防范川普的法案，拨款5000万美元，一半给加州的司法部门，一半给移民提供的法律援助团体。那看得出来，现在整个是撕破脸。纽森之前就因为野火事情跟川普有点闹不和嘛。好，那当然抗议者也在川普的佛州高尔夫俱乐部外面谴责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高呼说移民让美国变得伟大，然后有一块西班牙语也说美国梦也是我们的。
那美国现在还有一些状况，就是变种病毒。好，这个美国爆发了最严重的流感哦，那这严重流感哦，多达2400万人感染，还有31万人因此住院，有1.3万人病逝。那除了这个流感之外，现在又发现说禽流感有变种而且它可以适应哺乳动物的迹象，这就代表会有动物传人的情况。那现在内华达州的乳牛就发现说，似乎可以在人类的这个哺乳动物体内进行复制哦。那因为有乳牛的工厂就被验出了这个病毒，那发现这是首例的人类感染病毒的案件。那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病毒，它的致死率是70%，那是在阿拉巴马州有一种新病毒叫做坎普希尔，借由这个动物来进行传染，会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那现在大家就很害怕，因为这个致死率高达70%，哇，看得出来现在美国整个是一团乱。川普上来之后，内忧外患不少，不过他自己不可预测性也相当高啊，大家真的是这个安全带坐紧好像也没用。彬哥，现在美洲贸易战，我觉得大概是势必会开打，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说他这样做了。那现在他暂时先暂缓了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之间的关税延后30天，那他大概就是要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当然，你既然要扬言要宣战，那当然就只有应战，这也没什么好讲。所以中国大陆的报复行动一定会开始。那只是说，因为早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结果贸易战显然看起来不是很成功。然后再加上拜登4年也一直不断的逼迫中国大陆跟美国脱钩，所以现在的状况，我觉得相比川普第一任来说，对中国大陆的伤害恐怕反而还没有那么大。那大陆手上也应该握有很多反制的一些武器，所以就看双方准备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反正看起来川普自己，我觉得他好像也犹豫不定。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大概也很难评估说，你真的这样开战之后，对美国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觉得他自己也要去想清楚这个问题。那当然，川普的很多这种完全无视国际秩序、完全不管盟友利益、只顾美国自己的东西，让很多盟友都开始反弹。所以加拿大啊，包括他们自己美国原住民啊，很多人都开始反对他，这很正常。那川普也不要以为不管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其他的国家就是被美国吃得死死，其实也未必是这样。他们还是会做一些反抗的动作，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互蒙其害。难道川普真的想挥兵去攻占加拿大吗？他真的能做这件事吗？当然，以武力来说，加拿大不是美国的对手，全世界都知道。可是你做了这件事之后，美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要不要去想想看这件事？你真的要去占格陵兰吗？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都考验了美国的未来会不会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塑造的形象都被川普毁于一旦？那就看美国自己的选择。那南非这件事情就更好笑了。南非它是针对这些富人，其实就是白人阶级。那这些白人阶级过去其实就是利用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政策占尽了好处。那南非现在的政府就慢慢要削减这些人的福利，然后要去逼他们把一些东西还给国家。你从某一种角度来讲，这个就好像一种转型正义。对。那结果呢？因为马斯克本身是南非出生的白人，所以美国居然管闲事管到人家内政去了，然后因为这样去抵制南非，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笑。那美国到底是怎样？所以这一些你现在是在维护全世界的白人利益，是这样吗？美国要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帝国吗？美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帝国，你要重新恢复变成一个殖民帝国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如果持续还在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在世界上是难以获得认同的，其他国家大概也不会站在他这一边哦。那至于说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当然就更严重，因为川普发起了对多元化这个不管性别也好、社会价值也好的一个斗争，然后也发起了对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斗争。那美国其实内部的非法移民真的太多，那是数以百万计以上。你在一夕之间想要把他们全部拔除，你面对的反弹一定会非常大。我一直在想，川普这么躁进，他真的能够抵抗得了这一些反弹吗？这是我非常质疑的。好，我们接下来问大使川普。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一波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啊，其实中国大陆不是主要对象了，它主要对象应该是墨西哥、加拿大，另外就是欧盟。
日本的方面的话，他其实前2天跟这个石破茂在记者会的时候，他还是要跟日本谈。他说，不过我跟日本谈这个贸易的这个时候，有关的贸易的问题，基本上要站在一个reciprocal， 也就是说就相互对等的一个原则，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就 reciprocal。那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日本不让我这个东西美国产品进口的话，那你就要改善，你不改善，我美国也对你做同样的事，大概是这个原则跟日本谈。可是他并没有说不跟日本谈，那所以就变成你可以看出来，墨西哥跟加拿大是25%，中国只有10%，只是中国大陆不像墨西哥跟加拿大一样。就是说，立刻就要摆开谈判的姿势。中国大陆的前提就认为说，大家做贸易都尊重国际贸易法，你凭什么想加我10%就10%？你没有王法了吗？国际贸易法是不允许任何单边没有任何理由就对别人的这个产品强加10%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关税。你可以说这项产品你有倾销的你有倾销的问题。这项产品你有所谓的违反衡平原则的，我对你这几项产品加税，你怎么可以全部产品一起加10%？这就是贸易战，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基本上完全不允许的。所以中国大陆就讲说，你这样做根本就没有道理，这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方式。所以呢，一方面提交这个 WTO 贸易争端解决赛，一方面你怎么来我就报复你。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它面临的美国这次贸易攻击那对墨西哥跟加拿大来讲，真的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不是造成什么威胁的，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出口就是 export 在它的，因为你现在用的这个什么是贸易其实要看出口比较准，出口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的 GDP 比重已经大概不到20%了，那大概只有16%左右，那中国大陆所有出口里面，美国是很大，不是最大的市场。美国只有占中国所有的输出里面的14.2%，所以美国认为它可以治这个治那个，没有像他想的这么好。而加拿大跟墨西哥基本上80%的外销都是外销到美国，所以加拿大和墨西哥事实上是遭受重击了啦。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你如果不讲理，那我就是报复，也没什么。你要谈判可以，那你所有的作为基本上既违法。又不会被中国大陆所接受。好，我们来问将军怎么看川普的贸易战？川普贸易战我特别要讲当然今天是9号，明天开始就是中国大陆展开这个贸易报复的手段但是我觉得2个国家来讲的话，现在贸易差额事实上是有差异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这有3-4千亿那中国这次列出来的项目来讲，大概只有200亿。可是这200亿刚好是打折打在7寸上面是非常刚好打到他要害。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美国来讲的话，川普那时候讲说他这个对中国实施这个贸易关税要提升10%的时候，他说我在等这个习近平的电话，因为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已经打电话给他求饶了嘛。然后他后来也说，经过我们同意以后，还你30天的时间，你边境要派1万名的军人来维护边境的安全。另外，在这个芬太尼的毒品方面，你也加强戒护所以说，他说我还你30天。那对中国采取同样手段之后，他说他在等习近平电话，结果没想到他等来不是电话，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国的贸易报复手段，5大招之类。但我特别讲这200亿，我们来看这200亿现在是怎么样。第一个，为什么说打折打在7寸上面？这200亿实际上是很重要。第一个，他对他要这个中国报复的这种加征的关税是什么？第一个，天然气加征15%，还有石油加征10%。你知道石破茂到美国去的时候，他要什么？他要花1兆跟美国买石油，买天然气，代表说美国现在它重点就是希望把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卖到全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第二个，他要卖的是什么？是汽车。欧盟现在自己都还没有，美国还没有对他展开什么贸易的提升关税，他已经自己先软了。他说我们对美国的汽车我们原来10%的关税，现在我们降到2.5%，可见欧盟已经软了嘛。可见汽车或者是石油、天然气这些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急于要外销的一种产品，但是没想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对你
加征关税啊，我相信会有第二波。第二波的话就很明显，就是你的农产品可能也会加征关税。那现在来讲，我觉得中美两国就像是这个谁先眨眼睛谁先输，还剩下不到24小时，我们看谁跟谁会先这个屈服了哈。美国跟中共来讲，谁会跟谁先打电话？我们在看这场戏，因为川普跟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没有要通电话的意思，那看谁先服软嘛，谁先服软谁就先输。那我们再看后续的发展怎么样，反正时间很快，经过大概不到24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了。好，所以看得出来，国际整个是动态的，不断的在持续的发酵一些争议当中，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掌握最新动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在我们春节期间震撼美股的 DeepSeek。好 ，DeepSeek 呢，其实它现在真的是很多人在用它变成了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 App。我们可以看到这数据，哇，一直往上跑，而且是几乎是直线型、垂直型的在跑。好，这是 Crystal Marble 的数据显示 ，DeepSeek R1 的模型在1月20号发布之后，1月28号活跃的用数就突破了2000万首次超越了豆包。好，豆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的智慧的，也是像这样子的 AI 模型。好，随后呢，在2月1号就突破了3000万大关，成为了史上最快达成这一个里程碑的 App。那另外一个里程碑则是川普也点赞说 DeepSeek 3大的电讯运营商也会全面的这个投入跟接入。那川普这边是认为 DeepSeek 不会对美国的国安构成威胁，而且美国可以从里头的创新获得这个益处。那现在中国的工信部则是公开呼吁说，这个 AI 的技术普惠应用说为 DeepSeek 提供了专属这个算力方案跟配套环境。那3家基础的电信企业都会全面的接入 DeepSeek 开源的大模型。那 DeepSeek 现在当然也是说他们没有用到辉达的高阶他们只用到辉达的低阶就是说在使用辉达 H800 晶片训练时采用的是辉达底层硬体指令 PTX 的语言，并非是高阶的这个编程语言CUDA 所以这代表是他们未来是会跟中国大陆国产的 GPU 晶片相容，已经做好了准备说他们已经出了一个高招，要略过辉达的限制。好，那英国这边当然有一些呼吁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将中国的 DeepSeek 称为现代的史普尼克时刻。好，那这史普尼克时刻就是指说苏联首次发射卫星引发的一个冷战时期的焦虑，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变成是在 AI 上面有一些竞争的状态。那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中国发展论坛的主席就说随着中国科技的崛起，单一科技的力量不再是现实希望美国重新考虑这个战略的方针。那不只是 AI 的软体还包含的是生物医药也迎来了 DeepSeek 时刻，因为现在有这个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说，他在去年宣布有其中一款新药在肺癌的治疗上面打败了美国默克公司一款最畅销的抗癌药物，而且这个新药就是由中国大陆生物科技公司所研发而且授权的。所以我就说他们迎来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医药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凸显中国的竞争相当的显著，而且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向西方制药巨头授权创新药所以根据美国投行的数据2024大型的制药公司的授权交易有1/3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好，那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厉害的地方，我们当然也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国动画的电影叫做《哪吒2》，票房非常厉害，截至2月8号上映11天，票房破了75亿人民币超越《海底总动员2》，成为首部进入全球票房前50的亚洲电影。那也有一些 AI 就是灯塔专业版 AI 预测说，它最终可以达到110.04亿人民币是台币49兆，那就会进入全球票房的前15名。那当然这个风风火火的电影也让戏院春节赚了蛮多钱的，有蛮多的影院经理就说哇，兼职累的受不了
还有人说这爆米花哦，大家员工一上去好像就锁死在爆米花前啊。还有一个江苏的女士哦，她就说她还在这个影院里头上班，从大年初一的8点多守到晚上的12点，一天下来腿都不是自己的哦。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哪吒2的导演呢，他就是他其实是理工科的人呐，但是他现在就说他就是死磕。那他说中国大陆有这次电影里头有些角色啊，融合了东方美学跟生物特性，像鲨鱼将军的曲线牙齿利用了东方艺术。那章鱼将军的武器设计就贴合了什么柔软触须的特性，意思就是说他们也花了很多功夫在里头啦，也有做一些很精巧的技术。那哪吒2呢，北美预售票也已经抢光了。那好莱坞的报道就说，这是尖端动画技术跟深刻叙事重新定义了中国电影工业的高度哦。那有外媒说，这是一个东方神话跟顶级特效的完美融合，这是褒，但是也有外媒是贬哦，就说，你哪吒2爆火的原因哦，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振啊，路透社说的，导致消费降级，所以中国人没钱出去旅游，你就只能去看电影啦，所以就会变成哪吒2票房高的原因呐。那当然，这个知名外媒爆料账号他就说这个哪吒2是除了中国以外没人关注的10亿美元级别的电影啊。好，当然有些遇到中国大陆就是会比较仇中一点嘛，所以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爬书。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 DeepSeek 时刻已经来临，彬哥。DeepSeek就是我应该不算活跃用户，但我也有下载来用，对，因为还蛮好玩的啦，蛮厉害的。对，它很多问题的答案也蛮新颖，而且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就是，它会把它整个思考的逻辑过程都全部告诉你。它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它就然后全部之后，它再给你答案。我觉得看它那个思考过程也蛮好玩的，我觉得，所以我每天都会玩个几下。那当然，对我们这种非专业人士，就只是看看趣味而已。可是对很多专业的厂商来讲，这个就非常有用。而且它是开源的，而且又免费，所以我相信未来它在商业上的应用会非常广泛。那所以包括像川普自己本身就是大商人，所以他很快就看出这个商机啊，所以他也告诉你说，这个不会造成国安什么影响，反而应该他鼓励美国商业界多去利用这个东西啊。那问题就来了，美国的国安单位显然想法跟他不一样。那总统说安全上没问题，那国安单位说有问题，那请问怎么办？那到底是要用还是不要用？那我们台湾更扯，我们台湾还说这个用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公务机关不行用啊。然后公务机关不用，那是公务机关的问题，但是商人你怎么阻止他用？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视 DeepSeek 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而且一开始你看美国这些，包括 OpenAI 为首、奥特曼他们这些人，每一个都酸言酸语说，我才不相信你这么低的成本啊，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抄我的啊。那现在这些议论都慢慢平息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觉，第一个它真的可以用。第二个，它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去看啊，你去检验，你会发觉它真的就是相对比较低成本，然后它可以做到很多 OpenAI 做得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啊，那也值得商业去关注利用啊，然后更何况它慢慢可以跟他们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做对接，它以后完全不需要依赖美国，等于中国大陆的 AI 已经开始制成一个体系，这才是美国最应该去思考。也就是当你我们一直在提醒美国，你一直逼迫中国大陆，到最后结果就是逼迫中国大陆什么都学会。那当中国大陆什么都学会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它？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包括制药、包括生物科技、包括其他的东西。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因为长期以来遭受美国封锁的关系，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什么都会做的国家，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表示你以后拿来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至于说哪吒2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在期待，包括网络上也都在热议。那北美那边票房都预购完了。那至于一些酸言酸语，我说真的，你酸了又怎么样？酸了能改变它火红的事实吗？改变不了，而是要去想想看，我们的小野不是跟我们讲说要2027就要超日赶韩了吗？那请问一下，你怎么追得上人家？你连大陆都追不过。好，这个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悟空一样，对不对？我们问大使。对，其实这个 DeepSeek 对美国最大的震撼啊，就是说 NVIDIA 的它的高端的 GPU 啊，可能市场会大量的怎么削减？为什么？因为这个 DeepSeek 它用的是1200片吧，就是说那个显卡嘛，
现在可能确认它是属于这个 NVIDIA 的那显卡，可是同样的那个 ChatGPT 用了12000片啊，所以它那个比例差太远了。也就是说，大陆现在这个 DeepSeek 它另辟蹊径，过去要走这个大运算中心啊，大这个算力的这个途径啊，现在发觉是浪费。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不是怪 DeepSeek， 而是很多厂商发觉我们被NVIDIA 带错方向了，我们都中它的计的，买它那么贵，越来越贵的它的那个显卡啊，然后呢，人家做出来效果还不如人家用少部分的显卡，而是另辟蹊径的方式，利用另外一个途径的一种计算方式、思考方式、逻辑方式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就 NVIDIA 在这个整个事情的真相出来以后啊，它一天跌了6000亿美金，是它的市值的17%，这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有史以来单一股票一天跌掉最多的价值。这个就变成就是说，科技的现实啊，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跟它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跟它逆势而为的，你去逆势而为，最后伤害是你。所以就变成这个 DeepSeek 真的是在整个的将来的 AI 发展里面投下了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震撼弹啊。那所以川普很清楚啊，川普一开始他这个是一出来以后，你知道川普第一个把黄仁勋找到白宫啊，他就是谈这件事啊，你怎么办？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用的那个词算是蛮重的，这么自傲的人，他说 DeepSeek 对我们美国来讲是一个 wake up call。是一个什么起床号？你们都在睡觉啊！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科技出来，是让你们通通可以醒过来了，不要在这做梦了。你们前一阵子还叫那个孙正义起来骗我，要用1000亿美金，要用5000亿美金，还要上兆美金去搞一个公司，去搞什么数据中心、大算力的建构。你看看 DeepSeek 一出来，川普是第一个醒过来的人啊！川普醒过来的很多事情将军。我觉得哪吒2当然这个我们台湾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在院线上映但是这段时间由于很火红，所以我在 YouTube 上面就看到好几次的那种片段。我觉得一部动画电影要能够吸引观众，它有几个基本元素。第一个，当然你这个动画画质本身要画得很好，很生动，对不对？很精致来讲的话，这个大概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看到中国动画来讲的话，在这方面制作的技巧，当然有它的一定的水准在，这是最基本的。那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动画要吸引人，还有它第二个它故事的一个情节是不是够迷人？那我大概介绍它整个故事情节包括有这个中国的神话的元素在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政治的斗争让人家这个包括它的仙界。包括人界人界就是李靖妖界这个3界的这种斗争，其实整个故事情节看简介来讲也非常的精彩但是我特别感觉到，就是这次来讲，从悟空的这个游戏动漫游戏到这次来讲的话，这个动画这个是用《封神榜》演绎，我觉得代表中华文化来讲，已经慢慢的这种有自信心。学者还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刚刚买 LNG 的这个，比如说液化天然气，因为呢，如果它船不能过来，它就不能收钱，所以我们跟他买，还有战略上面的意义。但这对川普来说真的 make sense 吗？原因是因为川普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他想什么他做什么，还真的就是鹤立风行，而且呢，他也不管别人的眼光的人。现在呢，在边境这边，他是加码派兵到美墨边境，本来已经有1600名，现在呢加一加，还有500名的陆战队成员，还去了那个关达纳摩湾这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额外的一个岛，那这边呢会有很多的罪犯，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
非法移民的拘留。现在呢，就是不管他在哪里，他们就要把这些人通通抓到这边，然后一次性的将他给遣返，而且呢，他要取消所谓的临时保护身份。先前呢，在拜登政府的时候，他们蛮强调人权，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必须要给他们临时保护。好，可是现在呢，川普正式的将它取消了，所以就变成了在他原本美国国土内有所谓的，比如说是墨西哥裔啊、拉丁裔啊，或者是委内瑞拉裔的这些美国人，就被他们自己人说，你们这一些人呢、叫做背叛。叛徒，因为害我们有将近30万人要被驱逐，甚至呢，其实这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不管是拉裔或墨裔等等，他们在美国境内其实是有在打工的，而现在呢，他们就直接走上街抗议。第一，他们认为这个叫做政府对他们的霸凌；第二呢，现在会有人要去抓他觉得这个叫做骚扰，很担心随时被抓走。第三，他们罢工啊，他们不做事啊。现在呢，美国有很多工厂可能因此反而会直接shut down，因为拉丁裔光是在洛杉矶这一边，占洛杉矶市的人口就大概有48.6%人。好，这48.6%，190万人。那这样子的一个罢免行动、示威行动，不是只有非法移民而已，还有包括他们在原本的这一些同乡人，为自己乡的这个老乡啊出来站家。所以呢，一路往东蔓延，遍地在开花。到底呢，它的这个内部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大家都在看川普会做到什么程度。外部2场战争他已经讲了，希望能够赶紧停止。来，今天呢，他告诉大家，他有跟普丁讲电话了，同时呢，他们2个都很同意，要赶紧呢。将他原本的这个和平计划来继续推行，而泽伦斯基呢，则直接告诉大家，本来有一个非常机密的地图，叫做稀土地图及机密资料，现在他要去见川普了，他即将要把这个极机密资料跟川普来分享，甚至呢还讲。我们还可以变成你所谓的液化天然气的储存地。好，美国想要卖，那船运来了，没有办法怎么样能够来节省这当中的能源运输的成本或资本。一来我这个乌克兰这边，我来借你储存，借你卖欧洲。他说呢，要来签订这样子的一个供应合约，而且他认为美国人帮忙我们这么多，我们当然可以全部的来全力的协助美国企业在乌克兰这边发展，甚至呢，他们还可以协助我们重建，赚钱没关系，他们本来就应该拥有优先权。这一些讲法呢，基本上对于欧洲其他的盟友来说非常没有办法接受。而现在停战计划到底普丁能接受不能接受？川普卖关子说呢，先不讲具体的计划，但是我们已经通过电话。当然啦，会不会对俄罗斯的加大制裁？好，毕竟呢，现在要来结束俄乌战争，你也必须要对俄方来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如果你对他加大制裁的话，跟普丁还能谈得下去吗？大家就给他打了个问号了。去年俄罗斯呢经济其实又再创新高了，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有来到4.1%，这个其实是蛮高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表示原先的制裁一点用都没有呢？另一场战争呢，则是在以色列跟加萨这一边，180万的加萨人现在要把他全部赶出去，去哪里？提了海盗国索马利亚之外，还包括了摩洛哥，还包括了说索马利亚附近的一个自治区，甚至还呛瞎说：“哎呦，你看，这下大家又有媒体可以来做文章了，反正不是在我家就可以。”那塔尼亚胡讲得更直接了，只要是哈马斯的领袖流亡海外就可以。同时呢，这一些讲法，其实所有的伊斯兰兄弟都没有办法接受。什叶派的这个头，以前呢，看他这个叙利亚的事件过后，好像比较稍稍平息一些些。现在伊朗最高领袖哈马尼呢，还有出来了，他讲了，哈马斯高层啊，你们没有完全的停下来，你们持续的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对于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反抗，因为你没让他实现任何目标，也战胜了美国。同时呢，现在所谓的川普要对伊朗施压。伊朗这边的讲法是说呢，你要我放弃所有的核制造可以，那但是呢，你必须要先摒弃最大程度的施压政策，对于我的制裁全部的放弃，那我就可以接受。那想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内外如果说呢，对于川普来说是夹击的话，他感觉上好像都没什么害怕。比如说在边境这个政策上面，看起来啦，他目前为止就是说到做到。
我这个量还不够大啊。我这个边境政策，他比较头痛的是已经进来的啦。对，已经进来的，你怎么把他抓住？然后把他送走啊？那有一些并不是墨西哥人啊，所以你即使墨西哥愿意提供收容中心，那如果其他国家不接受呢？比如说委内瑞拉，是委内瑞拉跟美国关系也不太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刚开始而已啦。我建议他跟马斯克今年全年都穿防弹衣了。我认为会有非常多的暴动啊，因为他今年设定要驱逐的非法移民高达100万，是，所以这才几个人啊？那这个东西只要开始散开，那大家就会开始保护自己嘛，那就会开始跟警察发生冲突啊。其实我觉得他更严重的是，他还假借 DEI 的政策，然后把很多人解雇了。那这里面可能有军方的人，也有 FBI 的人，也有 CIA 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要担心的啦，因为你去想想当年苏联瓦解嘛，那被那个撤职的 KGB 后来变成什么？后来就变成俄罗斯黑手党啊，因为他们的专长就是这个嘛，他们的专长就是搞破坏，所以我认为马斯克跟川普真的要面对这个部分，这才是他真正的问题的。而且他裁员的幅度不小啊，不小啊。那还有比如说他最近开始测这个 USAID 啊，那个国际援助机构嘛，对不对？这里面有多少是媒体人啊？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都刚刚开始而已了，你只会看到越演越烈了啊。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高度自由化、网络高度发达的地方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暗网，我们就不知道那个暗网会发生什么事啊，那拥有枪支的人会做什么事啊，虽然我坦白讲，我认为川普跟马斯克都非常勇敢啊，我在这里我是佩服他们的啊，可是那个反弹力道，你真的不能够低估了，所以会相当可怕啊！因为过去也有人曾经做过这种事啊，结果都不太妙了。那他这次规模比以前还大啊，那你认为会顺利？我真的难以想象啊。那我认为乌克兰现在泽连斯基当然全面去讨好美国了，因为目前俄罗斯普京跟川普最有共识的部分就是乌克兰要改选，改选泽连斯基是一定落选的了，他的民调可能只有20啊，所以他都讲一些好话啊，实际上讲的都是不实的东西啊，因为乌克兰的稀土啊，有70%以上在顿巴斯啊，对，在顿巴斯啊，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开采啊，那你说天然气给你啊，天然气要挖要很多年呢，美国自己的东西都挖不完了，川普还说要去挖阿拉斯加啊，drill baby drill，我还 drill 到你的乌克兰啊，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空话了。我认为真的谈起来的时候，俄罗斯如果觉得乌克兰并没有准备好谈判，是他不会接受的。所以一定要确定乌克兰是不是对所有的条件都愿意谈。比如说新的边界是什么？那才能够谈听我的条件嘛。那我目前也看过俄罗斯传出来的版本了。我也难以想象美国能够接受。而且是日期都出来了，4月20号。是，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啦，所以可能还要打一阵子。好，请教杨老师。非法移民的问题在美国其实是很深刻的。你知道美国在1800年的时候，它人口多少？600万。到了1960年有1.9亿人口，所以从1960年到现在2024年，去年2024年来到了3.4亿，所以过去这64年它增加了1.5亿人口，所以他就这个移民的这个政策对他来讲
绝对是利大于弊。因为它的经济也不断的在成长。但这里面非法移民呢？非法移民现在估计大概有1100万人在美国。那华盛顿有个非常有名的经济研究智库叫 Peterson， 彼得逊是国际经济研究所。他在去年12月，就是川普已经选上了，他就公布了一个报告，他说，如果你真的驱逐非法移民，在你这个2028年之前这4年之内，如果你做到了800万驱逐的量，你整个美国经济会下滑7.4%。哇！也就是你整个经济川普这4年经济成长是归零。是。但如果你每年100万，现在定了是100万的话呢，经济这4年会下滑4.2%到6.8%。那也很高啊。所以其实美国国会有一个经济委员会，他有一个报告说，所以你说非法移民吃掉美国很多的福利，错的，因为非法移民的工作他一样缴税，那他一样做很多的，他也缴这个医疗的这个健保的这个费用，他会去计算，不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呢没有取得美国国籍占美国的这个缴的税，最后其实每年会增加1300块美元。也就事实上，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贡献，我更不要讲各位，你知道吗？美国如果没有非法移民，他的基层劳工工作怎么办？大概这些非法移民占整个美国的劳工的人口约4.5%到5.4%，有5%耶。你把这个5%都拿掉，那就所有基层的这些，其实那你找是谁做？那美国的人口结构事实上已经开始进临到这个老龄化，23%是65岁以上。因此，你如果把这个非法移民拿掉，而且现在他还把在美国出生的不能立即取得美国国籍，因为非法移民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是取得美国国籍的，然后呢，慢慢的在这个规划成美国人，所以这样子一个做法一定马上的会造成美国经济严重的就是这些劳工层面的冲击、经济上的冲击、经济发展上的冲击，他真的会这么做。再加一点，你知道他这4年规划要驱赶，如果每年100万要花多少钱？880亿美元，这个是 NASA 预算的4倍，划得来吗？做得到吗？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别的国家不接受，哥伦比亚也许就接受一些，你美国拿军机送到哥伦比亚去，这些钱都谁付？不会是哥伦比亚付都是美国在付。所以这些这种选举的民粹的，他一定会不断的在讲，但是实际上的执行我觉得不可能真的这么做得到。否则的话呢，就会对川普、对美国的经济以及对美国的人口结构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那你会说，那这个非法移民已经变成美国人口跟经济跟劳动力的一部分了吗？事实上就是如此。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美国经济跟人口当中一个现实的状况。我觉得川普这个口号会含能量，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很难做得到。好，可是你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目前在美国，就是当初投给川普的这群，就是他的支持者，他是非常支持他这么做的，所以会让他呢再持续往前冲。但问题是，那个内化、激化的问题就会持续存在。请教作老师。好，所以川普要能够去巩固他的支持者，当然是要这个拿回经济上的这个果实嘛。所以他现在都用这个标准来看他的外交政策，比如像对乌克兰。现在他这个提到了这个天然，就是稀土也好，或者天然气也好，这个就是告诉美国人说，支持乌克兰是美国是有经济回报的，美国不是无偿的支持乌克兰。这个最早是乌克兰这个泽伦斯基自己提出来的，那个他9月的胜利方案最早提出来，但川普把他接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停止对乌克兰援助但是他又要让美国向他的支持者交代说，他并不是像拜登那样子当凯子所以他现在就说那他这个乌克兰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果实。那当然这里头经济上的果实里头可以仔细来检视了。第一个，稀土当然是对美国来说是有实际上的这个急切的需要，可是呢就像亮哥刚刚讲，那很多都是在这个俄罗斯占领区，或者是什么呢，在接近前线的地方，那都在这里打仗，你怎么开采
所以说它实际上能够开采出来的地方，在现在的情况下并没有很多。当然，他如果能够邀请这个俄罗斯一起来合作开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可是对川普来说，他现实上的功效就是要说服他的支持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天然气，这是因为原来俄罗斯的天然气是经过乌克兰输往这个欧洲大陆的。但现在，乌克兰说他不让俄罗斯的天然气从他这经过，因为他要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来源。那结果呢？所以那个斯洛伐克就跳脚了。斯洛伐克现在变成说要支持这个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方案，要推动这个和谈。但是乌克兰要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要从哪里送进乌克兰呢？是你要从黑海进去，这里头还是双方交战区啊，像敖德萨也好，或者这个走黑海这边进来，都还是会可能面临到俄罗斯的攻击啊。所以你没有停战的情况下，你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啊。所以现在这些情况，一切都必须要等和平真正降临，停火真正开始之后，才有可能落实。所以现在这个还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阶段。好，其实呢，像在川普他就任之后，大家对他有两种，就是美国社会上有两种声音啦。一种声音就觉得说，其实你川普怎么可以这样？你真正在做总统的人是谁？你看看 Times 的这个封面，直接就是把马斯克放在了总统办公桌上。川普呢非常酸，他直接讲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时代》杂志还在营业哦。”其实马斯克呢，现在就因为包括了他拿到了这个财政部的这个金钥，那现在已经被停止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介入的这个部分。好，现在呢传出他把所有的政府数据拿去喂 AI， 有人就讲了，所以他想要用 AI 来取代人力。那之后呢，这些季度官僚就会通通被取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财政部的这个部分，现在说呢，就连副本也必须要立即被取消，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个资问题，再加上啦，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官员嘛。到底为什么政治任命官员，还有包括了传出他下面的工程师，那种20出头岁的，也都拿有这一些相关的重要机密资讯？他们觉得这一些的所谓的授权、存取权限，必须要重新来检视。让马斯克说非常的荒谬，到底谁来当总统啊？而目前呢，其实到底他的那个利率的问题会牵扯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川普呢现在讲法是说，他其实是要调降公债殖利率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大家贷款都很严重，所以呢贷款的这个压力很大，他希望能够调轻大家的贷款的成本。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什么？说政府的开支的部分，我们必须呢要好好的来调控，包括说呢先前USAID 它这个资金运用，通通呢都是拿去资助所谓的左翼运动，而且呢有一些甚至不在美国，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些钱？这一些钱呢，其实通通都要省下来，就因为它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所以现在也传出了 Virginia， 也就是在华盛顿 DC 旁边的一个州，很多政府官员都住这里。好，如果说呢，你让大家都没饭吃的话，现在这个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可能就会换人做看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 TikTok。先前说了，川普点名马斯克可以去买 TikTok， 马斯克告诉你，其实我没兴趣。我如果真买的话呢，我是要打趴 DeepSeek， 原因是因为那是中国的威胁。但是问题是呢，现在看到了川普的讲法是，美国可以从这当中创新受益呀。特别是呢，当川普讲出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 DeepSeek， 其实现在它内部也在做一些改造。包括了现在有可能可以跳脱辉达的限制，因为呢那一些内部的程式，他们也有人可以写。那如果呢他们通通能够让整个产业升级，或整个晶片的使用率升级的话，也许最后通通都可以改用大陆国产晶片、国产货来做这一系列的发展。回过头来，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好，现在呢又再一次的马斯克被放到了白宫里面，还坐在总统的位置上，表示他权力很大啦。对啊，那当然，因为他并不是民选的官员嘛，被授予那么高的权力，都是用行政命令，甚至可能用不正手段。因为目前有个谣传呐，就有人爆料，他那个 DOJ 政府效率部里面不是有6个年轻人吗？对，说那个人6个都是骇客。哦，那因为美国那个国际援助机构就是 USAID， 他不愿意给资料嘛。对，听说他的资料是被害进去的。不，因为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对这个 USAID 有意见，很有意见已经很久了，很有意见。可是他们都不给资料，是他们都用各种逻辑啦。那这个联邦法官出招用的逻辑同一个，就是说这有各自问题，是有这个资料外泄问题啊。那马斯克的回答也是合理啊，你们就在里面腐败啊，我查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政治事件嘛。那当然会有很多人去搞马斯克啦，比如说起诉啦，也会有很多人去告他啊。因为你是不是涉及资料的外泄，而且未来一定会衍生出资料外泄的啦。因为资料真的太多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媒体叫 Internews 嘛，那个坦白讲，大部分都是在克林顿时代搞的，因为克林顿他卸任之后搞了一个 Clinton Initiative、Global Initiative， 他就打造民主党的全球宣传机器了啊。那当然马斯克的用语就说这个是一个犯罪组织啦，收买各地的记者等等等啊。坦白讲，我们台湾对美元是感谢的啦。美国这个USAID 做了很多好事啊，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在台湾还很穷的时候得到很多帮助嘛，这我们都知道啊。那即使是现在，他也在援助乌克兰啊，还有伊索比亚的饥荒啊，这都是事实。可是后来随着 DEI 越来越严重，那民主党克林顿退休是2000年了，距离现在已经有25年了。是，我认为民主党很刻意的把它打造成民主党的金库了。这坦白讲，我们要公平一点说啦，就说这个机构它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事，是。可是呢，在克林顿卸任之后，这20年来，民主党也做了很多这个政治工作了，那图利于自己啊。那当然，他还透过索罗斯的基金会，比如说我们台湾开放基金会，都是直接从开放基金会来的啊。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领到这个 USAID 的钱呐，那这个算不算公平？不知道，这个叫做亲美资金介入台湾，我们政府好像无所谓啊，因为蔡英文任内是最明显的嘛，那这个他如果对台湾这样，我相信对很多国家也必然是如此啦。台湾还算比较有钱那有一些国家，他用一点点钱就可以发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机构我坦白讲是毁誉参半啦。那现在已经变成美国内部的斗争，是，而且川普做的非常极端因为那个 Rubio 说14000个员工，他只留400多个，对，好像不是400多个，好像149个，反正就留不到500个啦，这很激烈。那我知道有很多都是，坦白讲都是一些很平时在偏远的地方在帮助当地弱者的一些人，结果现在连机票的钱都拿不出来。我就看到一个 case， 一个女生在乌兹别克，协助当地的被性侵犯的女性嘛，她现在什么钱都拿不到，因为那个政府的官网被锁起来了。是，她本来可以从里面开支票，现在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了。就是毁誉参半。因为你也必须知道，就是 USAID 它其实做了蛮多事情了，包括它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未开发国家，确实提供了很多包括难民啊等等、妇女等等的资助。但也因为这样，同时呢，它做了另一部分事情，比如说像亮哥刚刚所讲的，让人家认为偏政治类的工作，就会对于这个组织它到底是什么定位，有各种的想象。等等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讲到川普现在他想要做很多事情，但问题是这里后面有一个影子存在吗？因为大家就会认为马斯克现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请教杨老师。对，我一直在思考马斯克到底他扮演什么角色？马斯克想要什么？马斯克还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马斯克第一个他不能选总统，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第二个，他大概不想要做其他的政治职位，因为他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远超过任何其他的政治职位，除了总统职位之外。而他对川普总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两个人交心到大概难以想象的程度。当然，他也付出很高，2.5到2.8亿美元协助川普这个竞选。所以马斯克在做一个大实验，他也许真的跟川普在政治态度上很像，他想要让美国更加的伟大。他这个大实验就是要让美国瘦身，然后呢，整个预算减下来。USAID 已经有1万个人在休假，接下来他要针对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去年的预算是8720亿美元，占美国整个联邦预算13%。然后还有教育部，甚至要裁掉教育部，61%的美国人是反对裁掉教育部，把教育部都裁掉，你觉得这个国家蛮特殊的哈？但是各位，从财政部到教育部到国防部都有很大的一个 database， 尤其教育部，你大概想象不到。所有这些美国的这些政治精英们申请过学生贷款，通通所有的个资都在这个里面。他如果取得这个个资，那不就是一个资料上的一个外泄吗？所以这个接下来马斯克到底想要做什么东西，很多人的猜测。那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个人呢，但前所未有对于美国的美国政策以及对国际事务呢，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会持续观察。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左老师总结。最后请左老师总结。好，我想现在大家看到的，等待看的一出大戏就是，抖音到底最后花落谁家？那当然现在这个马斯克说他没有想要这个收购，其实川普自己有另外一个方案，他的 Plan B 就是他要创造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所以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能会入主这个抖音。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抖音是不是能够接受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周受资大概他的想法是说，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然后呢，这个合资公司可以把这个抖音上面的个资全部都在美国落地管理。